我认识他那么久，他只有一个目的：消灭半个宇宙。如果他获得了联机宝，轻而易举就能做到，比打个响指还简单。再说一遍他的名字。灭霸。全宇宙的华人玩家们，新年好！感谢收看 Gameker 2019年第一期的就知道游戏，我是聂俊。作为2019年的第一期视频，这期有点特殊啊，我想用这期视频来回顾一下刚刚过去的2018年，我对游戏界的一些感想看我们都经历了什么，失去了什么，获得了什么。当然，这个视频不是去年新闻的列举啊，而是我会挑选一些我觉得值得聊的话题。如果大家觉得有兴趣呢，未来我希望每年伊始都来一起聊聊游戏界过去的一年只要 Gameker 还活着这样以后一年一年积累下来，很多年后我们回顾过来，或许能从中获得更宏观、更完整的视野。或许会发现，原来这么多事情从这么长的角度来看，会是另一种面貌。2018年的第一个月，我们就迎来了游戏界的一个大盛典。1月26号，《怪物猎人世界》发售了，在25号的凌晨12点左右那段时间，出现了一个让我非常动容的现象，那就是那一刻，全世界有上百万的玩家都在显示器前对着屏幕一起倒数。这里面当然有持续玩游戏的老玩家，也有大量从没接触过这个系列、第一次入坑的新玩家，但最特殊的是还有大量已经戒断游戏多年的老猎人，他们都不知道 PS 已经出到了第4代，他们印象里的索尼游戏机都还只停留在 PS2 和 PSP， 至于如日中天的 NDS 和 3DS听都没听过，但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就是莫名其妙的知道了怪物猎人即将发售史上最大变革的一作，然后脑子里莫名其妙的想起了英雄之证激昂的旋律。等清醒过来的时候呢 ，PS4 已经买到家了，账号也注册了，数字版也付款了，可能同时还跪在洗衣板上面。1月25号晚上，那天晚上世界似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依旧宁静，但实际上有很大一个群体散布在一个一个家庭里，共同对着屏幕一起倒数。我手机里就有7、8个群在同时滴滴滴滴的响，就是不同时期的不同一帮老猎人，大多都已经很多年没有联系了，都在这一刻集体回归。有数据称，那天凌晨有300多万玩家在一起倒数。要知道，那天并不是跨年，也不是特殊节日，仅仅只是一个游戏的上线。对玩家来说，跨年倒数的意义都不见得有那么大。但经典游戏的回归，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玩家群体的倒数。瑞雪兆丰年，似乎怪物猎人世界就是游戏界在2018年第1月份的一场瑞雪，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怪物猎人世界之后，2018年我们又迎来了战神、荒野大镖客2、任天堂明星大乱斗，这些同样能让我们守在屏幕旁边倒数的大作。而且除了这些，还有很多游戏虽然还没有引起倒数，但也非常优秀，非常好玩。不管是商业的、独立的，是游戏机的，还是 PC 的，甚至连手游平台都有不错的收获。似乎怪物猎人世界确实是场瑞雪。但是想不到的是，同样是怪物猎人世界，却差点把我们中国的游戏市场拉入了寒冬。怪物猎人世界 WeGame 下架事件一发生， Gameker 就收到了无数信息，要我们表达下看法。至今我都没有表态过只有一个原因，我不想蹭这件事情的热度。倒不是我们有多清高，不在乎流量不是我们很世俗的我们很在乎流量，能蹭的热度都要蹭只是这件事情我不敢蹭，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直到现在我还没搞明白到底怎么回事虽然现在网上有各种解释，但都无法证实。而我所有在腾讯的朋友呢，不管是哪个部门的，微信的也好， WeGame 的也好，游戏事业群的也好，他们其实自己也都一知半解，只知道一些皮毛，所以也不好多说所以事情的真相呢，到底怎么回事，可能要等到很多年以后才能浮出水面。
但事已经发生了，相比于发生的原因，我更在乎这件事情之后带来的影响。有人称这件事情是中国游戏界继游戏近年以来最大的灾难啊，我觉得嘛，这个说法有点夸张了，因为它还算不上是灾难，灾难嘛，肯定是对整个市场有决定性的打击的。这件事情毕竟还没有毁了整个市场，我觉得这件事情真正影响到的，并不是原来有的核心玩家，反而是核心外围的非核心玩家，甚至是非玩家。毕竟看视频的你们啊，如果你们是核心玩家，现在依然能够玩到怪物猎人世界啊，你们的游戏生活基本没有啥变化。但对于非核心玩家来说呢，这件事情影响就很大，因为非核心玩家Steam 的信息啊，家用主机的信息啊，他们基本是接收不到的。要不是 WeGame 代理的怪物猎人世界，他们压根就没有任何渠道听说这个游戏。而自从 WeGame 代理了之后呢，虽然曝光度还是没有英雄联盟啊、王者荣耀高，但是依然吸引了很多原来不接触这类游戏的非核心玩家。我身边就有不少这样的人为了这个游戏特地配了台电脑。他们第一次知道原来游戏还可以这么玩，原来游戏还有如此精美的画面。而大量这样的人在买了 WeGame 版本后遇到这件事情，第一个感觉就是游戏还是不靠谱还是没有必要为了玩游戏做那么大的投资还是随便用手机，有的玩就玩大家玩就玩得好能从中转到 Steam 的人其实已经被刷掉了一大半，这对我们刺激游戏市场和未来市场的发展何尝不是一记闷棍呢？毕竟一个市场不能只靠现有的核心用户。但是凡事都有两面性同时我也在想，这件事情会不会成为一些改变的契机呢？据我所知，卡普空为了这次怪物猎人世界登陆大陆市场，可是做了非常多的准备也抱了极大的期待，花了很多心思。毕竟中国市场太大了，没人能忽视。而其他厂商呢，也在密切关注这件事情。一旦卡普空做成了，那自己的游戏说不定也有戏。而发生这件事情之后呢，这些厂商并不会就此放弃大陆市场因为毕竟太重要了相反，这件事就像是一个标准案例，可以拿来参考只是委屈了怪物猎人的玩家。而标准一旦用久了，就会成为一个体系，那就是游戏分级体系。要知道，创作者不怕审核，怕的是没有审核标准如果有了明确的分级和审核标准，让创作者可以明确的知道我的作品在哪个等级，哪个等级对销量会有什么影响，而自己又如何平衡作品和销量之间的度这些公开明确的事情，对哪一方都是有帮助的。无独有偶，这些事情发生了不久之后呢，网上爆出了一个游戏绿色度的测评报告，绿色清新越高，就越接近全年龄游戏。星星越低就越不适合青少年玩最高5颗星，里面包括了新战神在内的许多海外游戏的测评报告当然也包括了怪物猎人世界。但事实上，这个测评报告的依据条例并不是这段时间才有的，早在2011年的11月份就有了叫做专属网络内容绿色值测评依据再往前倒，这个依据的前身甚至可以追溯到2004年注意，这里并不是说只测评网络游戏而是只要会在网络上传播内容都包括在内，包括单机游戏。这个依据是共青团发布的因此有人认为共青团发布的东西根本没用，执行不了的。事实好像也是这样子从2011年公布到现在，确实没啥影响而且这里面有一点很有趣我们可以在中国青年网找到这个测评报告，每个游戏的报告结果都能看到，从2011年到现在还真不少我们可以看到怪物猎人世界得到了4颗星，那算是很高分了属于12岁以上就可以玩的。而它的测评开始时间为2018年1月1日，这个时间点游戏都还没有发售呢。所以要么卡普空提供了测评版本，要么就是测评试玩版。而测评报告出来的时间是2月1号，也就是说这个报告是早于 WeGame 事件的，也就是说这个报告确实没啥影响高达4星的怪物猎人事件一样被下架。但是就是这样一份没有任何影响、本应默默无闻的报告，为什么却在 WeGame 事件有点消停之后又被翻出来，并被大量媒体报道呢？这就很耐人寻味了。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媒体只是跟风转发，我也追查不到到底最初是哪个媒体又把这个给翻出来了。要知道，这些报告在中国青年网可是每个月都有的，坚持了7年左右，这7年来从来没有人翻出来过。在这个时间点被莫名其妙的翻出来，再结合最近游戏版号的停发和重新再发事件，
似乎会觉得好像中国游戏界可能会有点变动。但这个变动是变得更好还是变得更坏啊？我不知道。怪物猎人世界 WeGame 事件到底是黎明前的黑暗，还是更黑暗来临前的黄昏啊？值得我们把它当做一个重要的观察点，盯在2018这个节点，等着未来去验证。既然提到了游戏版号，那这也是一个不得不提的新闻啊。去年3月29号，广电总局发布了通知说，所有游戏版号的发放全面暂停，而且没有说明期限。暂停的原因是由于机构内部改革啊。由于这个时间是早于 WeGame 下架事件的，所以按理来说，这两件事应该是没有联系的。那版号到底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游戏业的经营许可证啊。没有了这个东西呢，游戏可以推出，但是只能测试阶段，不能进行收费。不管是包月的形式，还是商城充值的卖东西啊，都是不行的。这包括了网游、单机、电脑的、手机的、页游的，甚至微信里的小程序也都包括在内啊。所以在3月底版号停止发放之后，市面上陆续还是有游戏推出，但是就是不能收费啊，除非这个游戏在这之前就已经拿到版号了。所以我们会看到，现在有些游戏明明已经上线了，玩家人数也很多，但是至今都不能充值。好消息是，去年12月游戏版号再次开始发放啊，而坏消息是，我又到广电总局的官网查了下哈，发现这12月获得版号的游戏全都是去年初的游戏啊，有些甚至还是2018年1月的游戏。也就是说，这个版号再次开放是从版号停止那段时间开始，再按照提交审核的顺序发放。一方面啊，这些几乎1年都没有收费的游戏是否还活着都是个问题啊。而另一方面，最近才提交审核的游戏呢，又等到什么时候才能获得版号，也是个未知数啊。能不能撑到那一天都不知道。就算撑到了，游戏的热度也都过去了。所以难怪有报道说，游戏版号的停放才是中国游戏业真正的寒冬啊，远比怪物猎人世界打击要大。我个人觉得嘛，其实还好啊。我觉得这件事情呢，不能打击整个游戏业，它真正打击的是地域游戏啊，不是来自地狱的游戏哈，而是地域性很强的游戏。说白了，也就是只能在中国这个市场生存的游戏。那是什么样的游戏呢？这些大家也可想而知啦，哈哈。最后回到了2015年，我们 Gameker 的第一期视频说的啊，我说中国的市场太大、太好、太富饶，就算只针对这个市场的一小部分人，也能赚得盆满钵满啊。但这不是件好事啊，因为过于优越的环境只会让一个人变成废人，失去进步的能力啊。用最近很流行的说法就是舒适圈。想要长期发展，拥有真正的竞争力，就要离开这个舒适圈，去和外面的高手较量啊、学习啊、竞争啊。不然的话，一旦这个舒适圈出现了问题，崩塌了，那就只能是树倒猢狲散了。现在3年过去了，果真发生了这个版号停发的事件，进入这个舒适圈的问题之一。虽然还没有崩塌，因为现在又开始发放了，但它也暗示着它会慢慢收紧，越来越不舒适。所以这件事情告诉我们，眼光千万不能局限，一定要有世界眼光，要敢于接受挑战。所以我们还是把话题拉回到全球市场放眼世界。新战神无疑是今年怪物猎人世界之后又一个游戏界重大的事件。它的发售不仅是一个3A 大作的出现，也不是一个超级 IP 终于又出新作了，它标志的是一个古老的游戏类型跳出自己的舒适圈，尝试寻找新的突破。标准的动作游戏从 FC 时代就开始了，FC 强大的性能让横版过关游戏成为了主流。到了 3D 时代，鬼泣带头，又掀起了新一代动作游戏的热潮，也定格了那时候动作游戏的标配啊，以场景为视角，以丰富又炫酷的招式再配合适当的谜题和少量的剧情，组成了一种非常酣畅的游戏类型。至今还是有不少人不喜欢开放世界游戏，也不喜欢复杂的 RPG 游戏，而是更青睐于动作游戏的一气呵成。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这种传统的动作游戏在近年来有着走下滑的趋势啊。一是很多动作游戏的销量不及预期，二是开发者在开发的时候找不到突破口。动作游戏的几个头牌鬼武者、鬼泣、战神、忍龙、猎天使魔女都沉浸了很长一段时间，而群龙无首连头牌们都沉浸了，2、3线的作品就很难有什么好的成绩啊。但这毕竟是一个深受大家喜爱的游戏类型，玩家急需高质量动作游戏的呼声从未消停。但不管是对销量的没信心，还是在制作上缺乏新意，
游戏开发者们似乎一直都没有再动这个念头啊。所以新战神公布的时候呢，全世界玩家才会那么欢呼雀跃啊。不仅是我们想要再玩到这个 IP， 更是因为它可能代表了这个类型的回归啊。现在看来这已经不是可能了，因为后来鬼泣5也公布了，猎天使模拟3也公布了，就连鬼武者似乎都有了新的风声啊，真的就差忍龙了啊。不过新战神公布的时候呢，还是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啊，因为他们的改变太大了，不仅改变了视角，还改变了游戏节奏，改变了奎爷的气质，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游戏的重心，从动作导向变成了剧情导向啊，这让不少人觉得这不是我心中的动作游戏啊，也让不少人觉得这不是我要的战神。在这里我不讨论这个改动是否成功啊，但尝试改变，尝试突破自己的舒适区，这种心态是传统动作游戏所需要的啊，甚至是所有没落的游戏类型都需要的啊。要知道这可是战神啊，是一个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 IP， 又是一个只要挂上这个名字就销量一定不错的 IP， 做这么大的突破完全是铤而走险。连这样的 IP 都要尝试突破国内的地域性游戏，又怎么能固步自封呢？而且这个市场也回馈了这种勇气啊，不仅销量爆棚，还被 TGA 选为年度游戏。它似乎告诉着我们并不需要总是口头上喊的创新，毕竟新战神也没有什么大的创新啊，就连一镜到底也只是技术上的特别难啊，但并不创新。但是敢于突破和挑战总是对的嘛。回过头来看，我们这边也有相应的例子啊，国产游戏今年也有很多敢于挑战各种游戏类型啊，中国式家长、太武绘卷、河洛群侠传、古剑奇谭3这些游戏都有中国敢于突破的代表啊，也都获得了不错的销量和口碑。虽不至于大富大贵，但是我们对他们的未来是期待的啊。作为鬼泣和战神一样，经典 IP 的重回归，不过似乎并没有像战神那样的大的革新，是不是鬼泣系列就墨守成规了呢？大家放心啊，在我玩了试玩版之后呢，我知道其实这一作改变也很大，只是他没有选择像战神一样换了一个新面孔，而是选择从自己核心的地方去突破啊，手感啊、机制啊、逻辑啊，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新战神和鬼泣5，一个代表着向外突破，一个代表着向内突破，共同标志着2018年是动作游戏的重生年。今年还有几个事件呢，特别让人跌眼镜，我今年都不知道摔坏了多少眼镜了。首先是绝地求生，跌眼镜的不是这个游戏能红啊，毕竟它在游戏方面呢做的确实好玩，确实带来了其他游戏没有的刺激体验。我跌眼镜的反而是它的迅速落寞。虽然现在它的在线人数还是不少啊，比彩虹6号拆迁要高不少，但那是因为它的基数太大了。如果按照跌幅来看呢，一年内跌幅将近70%的速度，也是游戏史上少见的啊。这其中有很多原因啊，我在这里不展开了啊，各有各的见解。只是我觉得它怎么那么像我们的共享单车呢？明明是个不错的东西，虽然不是人人都喜欢吧，但毕竟有它自己的价值，却走得那么快啊！当真是来得快了，走得也快。还好，绝地求生的新地图又拉回了不少玩家，不知道这次能维持多久呢？第二个跌坏的眼镜，电竞竟然进入了亚运会啊！虽然只是表演赛，但是亚运会好像也说了，2022年也就是下一届会是正式的比赛项目。哇塞！总是说电竞会加入这种大型体育赛事，但是我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啊！加上 IG 获得了全球冠军之后，游戏圈弥漫的那种喜庆、感动、励志的气氛，让我们觉得好像属于电竞的时代终于来临了。就连我这种更喜欢单机的玩家，也开始觉得电竞其实也挺好的啊。但是更跌眼镜的是，在这个一片为电竞叫好的时期，另一个新闻却被压了下来，没有流传开啊，那就是亚组委表示，2022年电竞进入正式比赛，其实还没有真正确定下来啊，亚组委还是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的啊。上面的新闻大家都知道，但这一则新闻啊，知道的人又有多少呢？颇有点报喜不报忧的感觉啊。其实我觉得电竞并不一定非要上大型运动会啊，我练习的剑道也没有加入大型运动会，还不是自己搞得津津有味。最重要的是，这些运动会4年一次的频率啊，在电竞这个领域实在是太慢了。有几个游戏可以有4年的寿命的啊？就算有啊，比如 DOTA、英雄联盟这些，这4年的更新也完全不是同一个游戏的好吗？好，下一个，今年的使命召唤没有单人战役，好吧？其实这个并不跌眼镜啊，而是另一个理由。
毕竟 COD 的重心越来越向多人模式发展，因此不少单人战役玩家惋惜之后呢，有人给出了数据说，因为 COD 历代单人战役的通关率只有30%到20%左右，所以应该取消单人战役。我一看这数据，哎呦，确实很低啊，是应该取消啊，很有道理。但是我最近突然转头一想，不对啊，一个数值低不低，不是应该横向对比同类数值吗？怎么人没有想到呢？因此我就去对比了一下其他纯单机游戏的通关率，结果一查，这才真正大跌眼镜。因为几乎大部分单机游戏的通关率平均都是在30%左右巫师3刚好在30%，刺客信条历代都没有超过25%，战地系列的单人战役也没超过30%，最后的我们神一样的游戏40%， P5 天下第一40%不到，至于宫崎老贼的魂系列连20%都不到。所以以 COD 取消单人战役的理由来看，这些单机游戏整个都可以取消掉了。所以其实使命召唤作为一个以多人为主的游戏，我觉得这个通关率并不低甚至已经挺高了。因此我想明白了， COD 取消单人并不代表着单机游戏的没落，甚至什么都代表不了，它只代表着 COD 开发组选择了多人这条路或许会有老玩家觉得他们丢掉了以前的精神但且不论单机到底是不是 COD 的精神，就算是，如果不尝试突破，不尝试拓展新的道路，那未来一定会遭遇瓶颈。就回到上一个主题说的，所以 COD 也只是选择了这个方向，坚定的走一条路而已。接着，暴雪的暗黑手游版本，同样跌眼镜的不是因为这个游戏本身因为如果真的有高质量的暗黑登录手游，其实也挺香的其实我一点都不反感手游其实所有人反感的也不是手游，手机只是个平台，有什么好反感的呢？我们反感的是它过去的种种恶劣的表现是它的历史，但历史不等于未来就像现在的人，如果穿越到10年前跟他说我买手机会优先考虑国产手机，对方一定是，但我们会觉得，傻子，你不懂未来的事情，你无法想象但其实现在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无法想象未来或许面对未来，现在的我们也是一个傻子。而且就像上面说的暴雪也需要突破自己，做一些新的尝试。就像怪物猎人当初登陆掌机的时候，也有人嫌弃鬼知道暗黑手游会不会变成新一代的演技神作呢？我真正跌眼镜的是他们把一帮 PC 玩家拉在了一起而且这帮玩家很大一部分是讨厌至少现在讨厌手游的玩家，然后公布我们要出手游这个就很密之操作了如果他们选择某一天偷偷的公布开发暗黑手游，可能都不会引起这么大的波动要知道，宣布手游的传统厂商多了去了，没见过会被这么骂的。而暴雪之所以会这样密之操作，是因为他们过于沉浸在过去暗黑破坏神这个 IP 的影响力以为这个 IP 仍然受欢迎到他们做什么玩家都会期待，所以很矛盾一方面他们知道暗黑要突破现状，寻找新的发展方向，但另一方面他们却依旧沉浸在自己的过去的光环。这个矛盾的两件事，像不像现在暴雪本身的心态呢？我们回想一下暴雪这2年的行为是不是就是寻找突破，又放不下过去的辉煌呢？同时我也希望手游这个平台真的能让我们现在的我们成为未来眼里的傻子。这个脸我愿意打这个 flag 我立在这里未来我们回来挖坟最后个跌眼镜的，也是我跌得最开心的TGA 上3大平台的大佬同台登场，并共同祝福所有的玩家享受游戏这可能是我2018年最深刻、最感动的时刻，因为它告诉了我们，玩家真的都是一家人或许会有偏好，或许会有各自的优势，或许会有竞争，甚至会有恶意竞争，但这些都是正常的商业行为。其实这些高层之间并不是两国开战而剑拔弩张，他们之间可能是很友好的，甚至别说高层了，我接触过的每个阵营的中层，他们都不会排斥任何一方都表示游戏市场整体发展才是关键，大家好才是真的好而且游戏的人才其实还是很缺乏的，这3个公司里面可能很多人都在2家公司任职过，人才之间互相交换流通，血液都混在了一起，哪里敌对得起来呢？那作为玩家有什么好互相鄙视和对抗的呢？因为真正的玩家他热爱的是游戏这个本质，而不是某个公司。希望我们能够突破自己的偏见，让自己成为真玩家。
好，跌了这么多眼镜，现在我们把眼镜捡起来认真看看啊。如果你没有近视，请想象成捡起来放大镜。这一期我所聊的这么多呢，都是我觉得去年值得聊的但总结起来隐隐约约都有一种感觉，那就是这些事情都代表着突破自我，离开舒适圈。国产游戏需要突破海外恐惧症，海外的游戏入华要突破对这个市场不怎么认真的态度，而我们也要突破对游戏的成见。传统动作游戏需要突破固有的框架，电子竞技需要突破我们对竞技的理解，手游需要突破我们自己的眼界，而单机多人平台的这些争执需要突破我们自己的内心。总之，有已经突破的，有正在尝试突破的，也有待突破的。2018年非常精彩，非常有感触。用电影界的方法来说，2018年是游戏界的大年，而这个大年浓缩成一个词，就是突破。只有勇于突破，我们才算是把我们的脸面向未来。最近我在和伙伴聊天的时候，聊到了游戏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当然，这里面有快乐但在现代社会，快乐是很廉价的。我们能从很多东西里面获取快乐，而且游戏还占用了我们很多时间。如果拿这些时间都放在工作上，是否会有更多的收获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如果这样，我们会失去什么？我们会失去对未来的期待。我们一致认为，对于一个真正热爱游戏的玩家来说注意是真正的这里不包括那些偶尔跟风玩游戏，玩了之后又气个半死，整天骂骂咧咧的玩家。这些人或许以后会是真玩家，但现在先不算在内这里也不包括了因为游戏而荒废了学业、荒废了人生，变成家里蹲啃老族的人这些人不是玩家，而是被外界压垮内心的人。他们就算没有游戏，也有别的东西可以沉迷。游戏只是这个时代最容易找到的寄托而已。我希望这些被压垮的人可以站起来因为我们不提倡生活只有游戏，我们提倡游戏融入生活。而对真正的玩家来说，电子游戏是面向未来的，它有着不断的进步的技术，而且在我们可见的未来还看不到上限。它有着链接过去和未来的内容它能让我们全情的投入。因此，一个热爱游戏的人总能对未来充满期待。很快有《生化2》、《鬼泣5》、《王国之心3》、《全战三国》，下半年有《Pokémon》、《沙漠3》、《战争机器5》，明年说不定还有《光环2077》，未来还有《上古卷轴》、GTA。这样的未来怎么能不让我们期待？怎么能不抱有希望呢？而有什么东西能比给予人对未来的希望更宝贵呢？这样的玩家不会为生活不顺心的小事烦恼什么吃饺子忘记买醋气个半死洗衣服忘记翻领子大吵一顿抱歉，我没时间，我还会拯救世界呢但这样的玩家也不是没有追求的麻木的人我们会把电脑桌擦得干干净净，我们会为自己的游戏环境精心布置，我们会对自己的设备精挑细选然后选了 GameCube 的键盘这样的玩家也不会放弃世俗的奋斗，因为每年有好多游戏和设备要买，不努力赚钱怎么能有享受呢？这样的玩家也不会因为挫折而自杀，不会因为邪念而犯罪不好意思，我们很珍惜自己，因为我们还要玩未来的游戏。这不是我脑补的因为回想起来，我们身边有很多充满负能量的人，但同样是玩家的朋友呢，往往不会是这样子我通过游戏所认识的玩家都是开朗、随和、期待未来的。所以当有一天我问我身边的朋友，你们有没有觉得身边爱玩游戏的人都是快乐的好人？他们回想一下，雷神好像真的是这样子特别是有个细节感触很深。我们不是去参加了核聚变吗？一个这么大的展会，持续这么多天，从策划到布局，从培训到开展最后还要收拾场地。一般情况下，在展会结束收拾场地的时候呢，工作人员往往都是很疲惫的甚至充满了怨气，要么因此丢三落四，要么引发争执。如果你们参加过各种交易会培训会的工作，应该会知道。但是核聚变结束了之后，我观察到了，不管是编制内的工作人员，还是来协助的志愿者，不管是年少的孩子，还是中年的大叔，在结束收拾的时候，一边做的各种体力活，一边仍然有说有笑，神采奕奕，都在分享着这几天有趣的笑料，回忆着经典的事件，交流着游戏的创意。我看着他们，真的会觉得这就是快乐，这就是对未来的期待。试问，看着这些人锃亮的眼睛，还会觉得这是电子海洛因吗？所以最后，
感谢你们，因为 Gameker， 我结识了很多朋友，结识了很多贵人，结识了你们。你们让我感受到了未来一点都不可怕，再苦再难，还不是这样过吗？也感谢你们又陪我们度过了一年。2019年仍然有很多困难，但是我们不怕，因为我们面向未来，春暖花开。这里是2019年，我们第一次从游戏出发总结一年 ，Gameker 与同在。